前2集说到，达里尔等人埋伏了热内的车队，经过一番激战，他们成功的将被俘虏的法卢等人救了出来。可回到总部的3人表情都有些呆滞，明显是受了刑。尤其是希尔维的男友艾米，整个人看上去像是失了魂一般。等到第2天，知道男友受了创伤的希尔维将艾米带到了院子里，准备给她打理下头发。可艾米全程呆若木鸡，面对女友的关心也无动于衷，这让希尔维很是担心。自打男友回来后，就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显得心事重重。问他经历了什么，他也不肯开口。希尔维见状再也忍不住了，直接上手扒开了她的衣服，想看看男友受伤的地方。可艾米身上并没有任何伤口，而她也终于有了反应。另一边，达里尔听取了洛桑的建议，不再教劳伦特一些打打杀杀，而是专注孩子的状态，教他一些能锻炼身体机能的运动。这时伊莎走了过来，正好缺个接球手的2人直接喊他一起加入。A little over. That way. There you go. Yeah! Woo!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正当3人玩得兴起时，不料劳伦特又被辛塔叫走去上哲学课，这让小家伙很是郁闷。对此，达里尔和伊莎也不能说些什么，毕竟哲学理念也是对劳伦特的一种栽培。只是有一点让达里尔感到奇怪，小家伙最近的课程好像很是紧凑。Pretty hard, don't you think? Oh, you too. Sports, self-defense, tracking. I'm just having fun. 鲁哥只是觉得没有必要给一个孩子增加那么多的压力，适当的放松也有益于他的身心健康。何况一些课程还过于深奥，孩子理解不了的内容又怎么能相信？ Kids should question things, be skeptical. Doubt. It's healthy. How about you? Never doubt it? Like I said, it's healthy. That's what I thought. You're not like them at all. Who am I then? You're like us. What does us mean? In a week or two, whenever you figure out a plan, you'll be gone and we'll stay here. 达里尔知道伊莎的顾虑，他倒是有家可以回，但对于现在的伊莎和劳伦特来讲，偌大的法国好像只有这里能收留他们。经过一番思量后，鲁哥仿佛下了某种决定。You could make a different choice. You could come with me. Both of you. It's not possible. Of course it's possible. Paul's entire life has led to this place. Everything that's kept us going. Maybe that's all it was. Something that just kept you going. 第2天，一夜没怎么睡的伊莎早早地敲响了劳伦特的房间。经过昨天和达里尔的谈话，他想询问下劳伦特的想法，可他敲了2下，里面并没有回应。感到奇怪的他只能推开了房门走了进去，却不料里面的家具东倒西歪，好似之前经历过打斗。旁边的窗户还敞开着。想到劳伦特很有可能被人绑走了，焦急的他赶忙出门去喊人。很快听到声音的达里尔和洛桑等人赶了过来。达里尔来到窗边，发现窗台挂着一根抓钩，旁边还有一些沙土，明显是有人潜入了这里带走了劳伦特。就当他们准备出去的时候，辛塔带着一个守卫走了过来。 The men climbed over the wall. They knocked out our guard. Je suis désolé. Why did the men look like Tatum? One had a tattoo on his face. Someone told you where we are. They're taking him back to Paris. The tide will come in soon. Go, come on. Viens avec moi. 20分钟后，一行人穿戴好装备来到了门口集合。他们准备根据踪迹去营救劳伦特。这时，辛塔拿着几颗霰弹递给了士兵，接着达里尔就顺手接过了霰弹枪，然后将辛塔给的那几颗弹药填装了进去。另外，伤势还没好的法卢也准备参与行动。艾米连连出声劝阻，可善良的法卢执意要为大家出一份力。见到这一情况，艾米的脸色有些凝重。接着，希尔维取下了自己的项链，给他戴在了脖子上，期盼他能平安归来。可当艾米见到走来的伊莎贝尔时，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Sister, this could be dangerous. Please reconsider. I'm going with them to find him. 等所有人准备好后，达里尔启动了车子，而洛桑和辛塔便站在旁边，一脸凝重地目送他们离去。1小时后，车队路过一片树林时，一个士兵突然招呼停车，然后指着旁边的草丛里说有东西。接着他不等车停稳就跳了下去，然后走到路旁发现了一个空油桶。达里尔等人也下了车，根据地上的痕迹，达里尔分析有2、3个人曾在这里加过油，然后便从前面离开了。得知这一情况，避免打草惊蛇，他们放弃了车子，准备步行过去看看情况。20分钟后，
他们来到了一个工厂观察情况。探查后的达里尔回来告诉他们，说在楼里发现了2个人。It's hard to tell. Anxious? There's only one way in. Everyone follow me. You good? Come on. 商议好后，几人立马行动了起来。他们打算悄悄地前进楼里。不多时，他们便到了门口。刚进来，头顶就传来了动静。接着2楼一道人影闪过，看样子是发现了他们。既然明牌了，也就不用偷偷摸摸了。达里尔拍了拍同伴的肩膀，让2人跟着自己从楼梯上去，其他人绕开楼梯走另外一边。伊莎和埃米则留在原地堵住门口。达里尔和另外2个队友戒备地朝着楼上走去，好在对方没有在楼梯口设防，他们顺利地摸上了2楼。达里尔举着枪，小心翼翼地排查着角落，2个队友也紧跟其后。可就当达里尔看向楼上时，2人却掏出了刀子，恶狠狠地盯向了他。子弹竟然是假的，不过他也不慌，直接抡起长枪就砸向男人的脑袋。踹退另外1人后，他拎起男人就朝着窗户旁走去。法卢听到惨叫声，赶忙靠墙戒备，可下一秒他的队友竟也拔刀冲向了他。达里尔这边还在缠斗，他拉着男人使劲地撞向一旁的机器。可这时，楼梯上一个女人竟拉弓朝他射起了箭，可没有了抵挡后，他整个人都暴露在了对方的箭矢下。好在关键时刻伊莎赶了上来，他和艾米听到动静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正当他们继续朝楼上走去时，不曾想上面还有一个。这时伊莎注意到了脚下的女人，赶忙叫住了达里尔，表示这人他之前在总部的马厩见过。达里尔也反应了过来，楼里的敌人根本就是假的。很快2人就上到了3楼，他刚探头查看，一支箭就射了过来。趁着对方再次拉弓的间隙，达里尔一个箭步便冲了出去，伊莎也开枪放倒了对方，不过却是没有伤到要害。就当男人还想着拔刀反抗时，等解决了男人后，达里尔也认出来了，这人之前还跟他学习过射击。2人看着地上的尸体，脑袋里全是问号，想不明白总部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处心积虑地害他。另一边的法卢还在和剩下的队友拼着命，他之前就有伤在身，现在更是被对方给压制在了地上。男人一心想要他的命，直接掏出了匕首，法卢只能拼命地抵挡着。就在这危急时刻，艾米从一旁走了出来，法卢看到他后赶忙招呼他快开枪，让他杀了这个混蛋。可让他纳闷的是，面对他的求救，艾米站在原地无动于衷。法卢见状深知再不搏一下，估计今天就得交代在这。他拼尽全力推开了男人，然后拿起一旁的箭矢就插进了男人的脖子。可还没等他缓过劲来，艾米却面无表情地拿枪对准了他。Tais-toi, je t'avais dit de pas venir. Arrêtez! 面对着艾米的枪口，2人只能先将武器放下，然后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看到剩下的全是老熟人，艾米犹豫一番，还是说出了实情，表示总部担心劳伦特会跟着达里尔一起离开，一旦劳伦特离开，那么希望联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要不了多久就会分崩离析。所以总部想要除掉达里尔这个隐患。原本计划的很是周密，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法卢和伊莎也跟了过来，这让法卢相当的不理解。明明前一天还是出生入死的好伙伴，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直接舍弃了兄弟情谊背刺他们。 I'm thinking, Katie. You don't know what I went through. Dis-moi, mon garçon. S'il te plaît, Emile, dis-le-moi. Quand nous étions capturés, qu'est-ce qui t'est arrivé? Qu'est-ce qu'ils t'ont fait? Rien! They only made me watch why they did their experiments and murdered the others. 明显艾米是个处事未深的小青年，被热内的手下一顿吓唬后就有了创伤，直接导致他的想法开始变得极端。偏执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联盟的未来，只要等明天的仪式过后，所有人都会相信劳伦特就是上天派来的救世主。伊莎听后心里暗道不妙，赶忙追问总部要对劳伦特做什么。 Isn't this what you believed? That his birth was a miracle? That he represents a future where we can no longer be hurt by les familles? They're gonna test him. Tomorrow it will be proven. He will not succumb to the bite. And all doubt will be dispelled. 伊莎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信仰的联盟居然会做这种事。他们要的压根就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单纯的丧尸病毒免疫体。劳伦特也不过是他们扩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艾米听到伊莎的讲述，立场开始变得动摇了。法卢也趁机劝他，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She said I'll be tempted. She seemed to be strong. Emile! 没想到捡起手枪的竟是伊莎，达里尔也赶忙拿起了武器。见到这一幕，艾米知道自己已无法回头，
于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他摸着希尔维给他的项链，真是一步错步错，最后落得个这样的结果。而总部这边，刚刚吃完早餐的希尔维并不知晓男友的遭遇。他来到后厨放下餐具准备离开时，却发现有个女人正在准备食物。对方之前一直都是负责劳伦特食物的，这让希尔维感到奇怪。劳伦特都被抓走了，可女人又准备了弟弟最爱吃的面包和牛奶，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给其他人特意准备的吗？为了搞清楚，他偷偷地躲在了柱子后面，然后便看到女人端着食物朝着外面走去，而且行为还颇为怪异，像是在戒备着不被人发现一般。希尔维越发觉得奇怪，便悄悄地跟了上去。对方的警惕心很高，总是时不时的就回头查看。见到这一情况，希尔维也没办法跟得太近，只能和对方保持着一段距离。等女人朝着城堡角落走去时，他没有跟上，而是站在了台子上注视着。只见女人走到角落的房子前，将食物放在了地上，敲了敲门就转身离开了。他赶忙躲到墙体后面，避免被看到。没多久，房门被打开，一道身影端走了食物。由于距离太远，他并没有看清对方的容貌，这实在是太奇怪了。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他还是警惕地来到了房屋前，准备偷偷地溜进去一探究竟。让他没想到的是，小屋居然是通向城堡下面。他沿着楼梯一路向下，旁边还有几个密室。这时他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好似已经猜到是谁在里面。Sylvie, nous sommes à l'aube de quelque chose de merveilleux.